Hello，大家好啊！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我们2个星期没见了啊，我们新年啊，这个新年停了2次，所以这一次呢，哇，我们今天希望人多一点啊，所以首先跟大家拜个年啊，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的时候啊，兔年要有突破，对吧？吐气扬眉，去年呢好像股票不太好啊，今年要吐气扬眉啊，大家要找到满满的好多的10倍股，收获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财富的进账啊，还有身体健康，还有家庭幸福啊。好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准备了一些今年啊兔年啊，特别是兔年可以怎么投资呢？大的趋势我觉得是改变了啊，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有个 update，好不好？也是这样今天的价值很多，所以叫多点朋友来啊，我们一起来，新年欢聚一下啊。之余呢，也是可以展望一下兔年到底这个股票市场会怎么走啊，大家可能都关心的，对不对？OK，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马上就是不要给它停了啊，看看美股啊。美股啊，这张图大家如果经常有看我的直播的话，看过好多次了，对不对？前几次，前6次，一到上降轨道的时候这个下降的上边的轨道的时候，都是跌下去的啊。所以之前我说这个反弹的力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要密切的留意。到这一次最近刚刚这个突破了，真的是兔年啊，兔年是突破了下降轨道的顶部。OK，这是一个在技术分析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啊。当然，技术分析不会给你解释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我们一会儿会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原因使到现在的资金跑过来了，把美股这个突破了下降的轨道，所以这个是个好的一个信号啊。那第二个好的信号呢，就是在之前呢有一个黄金交叉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有一个黄金交叉，黄金交叉之后我们就已经说了上次已经说了要密切留意真的是这一次突破了这个这个顶部所以下一次如果继续在这个顶部以上的话，下次画 channel 画这个轨道就不是往下画了是重新要画一个上涨的轨道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趋势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如果我们看 RSI 的话，它没有到超卖没有到超买没有到超买，没有超过70，没有超买，所以呢，现在美股还没到超买，趋势又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有可能说是这个熊山就没有了没有说一定要有熊山没有我没有说一定要熊山来那当然没有了熊山之后，可能牛一也没有了。因为牛一的反弹的这个原因，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就是因为熊山的时候跌了太多，所以有牛一，对吧？所以港股香港的股票或者 A 股中国的股票有牛一，因为之前的熊山跌了好多我们在熊山的时候买的好开心，对吧？去年的9月啦、10月啦买了好开心，所以11月到12月这2个月涨了好多好多因为之前跌了好多那一会儿我们讲到香港股票的时候再讲多一点，好吧？所以呢，在美股来说，这一次没有看到一个熊山的一个直插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出来当然了，也已经调整了一点已经调整一点，就是熊山还没来，没有来所以如果熊山没来的话，那牛一也不会来了因为牛一是熊山的一个跌过头的一个反弹。那之后呢，我们如果是直接进入一个牛二的话，那我们要看的就是美股的业绩、美股的经济，还有它未来利息的走势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到底是牛一、牛二、牛三还是熊一、熊二、熊三？因为我们看的那个信号、看的数据、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是在目前为止美股市好像是转牛了，而这个转牛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可能是直接进入牛二的一个可能性那好了，这个技术分析要配合基本分析来看技术分析只是给我们信号这个信号让我们关注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吧？那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美股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呢，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啊，是2个星期前的一个YouTube 的视频啊。2个星期前 YouTube 的视频呢，我及时的赶快提醒大家，及时的提醒大家，美股开始有点新的这个东西出现了啊，新的基本的因素改变了，使到呢之前我是蛮谨慎的啊，我觉得美股可能最差的还没有来但是呢我看到不同信号的时候，也是及时的马上给大家有个更新啊，所以我这里有讲到美股其实已经有了转机。因为呢有几个好消息啊，第一个通胀下来了好几个月，对吧？第二个，去年困惑着我们的美金这个强美元最近也下调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它最新出来的经济一直都没有那么差。那一直都没有那么差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之前会判断有一个经济的不好呢？因为之前判断的是那个窒息倒挂窒息图的债息图、窒息图不同地方叫不同的东西，inverted yield curve 债息倒挂的一个现象。但是那个债息倒挂的那个发表的原本的那个发表人他说，哎，这一次呢，因为短期的通胀特别高，所以如果用 real interest rate 来算的话，这个债息其实是没有倒挂的所以这个是打破了过去我们看的债息图来推测的经济的一个经济的衰退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马上给大家一个 update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那我在这里顺带给大家一个 bonus 那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旦有了一个立场以后，整个眼睛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就只看证明自己是对的一些数据一些 evidence 一些证据所以把跟自己这个判断不一样的就会摒除掉、删除掉，对吧？这是很危险的，叫 conformity bias 叫确认性偏差或者认知性偏差，对吧？所以呢，如果去年是有很多的原因，我也准确的讲了我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避开了去年的下降的那个股票的调整其实也已经是股灾了，跌了超过15%就是个熊市了，对吧？熊市可能不算是太大的灾难，但已经是个熊市了所以去年我是帮助了好多的这个有缘人士避开了去年的股票的调整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我是利空的所以呢就好消息出来还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去看所以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千万不要是认知性的偏差，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即使看到有这个好消息出来，马上给大家来一个 update我还经常有些这个看到有些网友来问我你不是看这个看不好的吗？明年会经济很衰退吗？等等吗？对吧？这是我去年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我们要经常看着方向，看着那个风的风向风的方向。我以前教人家这个用过怎么去帆船这个坐帆船来做培训的我们一看到风向转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转转那个我们的那个舵所以人家说见风使力，对不对？见风摇摆其实投资就是应该这样，对吧？这个风向改了，我们如果还不改的话，那就出事情了香港叫转台转台就是转态这像开车子，当然我们开车子一定要看路面的情况，要去不断的这个做 steering wheel 的 adjustment， 对不对转台所以是好的人家说你又转台了好像不好，其实投资一定要转台是好的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怎么你要立场改变了，立场当然是投资世界是信息万变的万变的很多的，对吧？你要固定的立场不改变的话，那你就撞车了，你就撞石头了在海里面就撞石头了所以一定要改变。所以这个是2个星期前我看到了赶快我放了这个之后还有人在那里说，你不是说明年要大跌的吗？明年经济很差的吗？那我们但也不排除之后我又会说又很差了我们要不断的看最新的消息，好吧？那最近呢？
未来应该是几天呢，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啊，不是新闻了，有个很大的事件，就是美联储会看加不加息啊。那我们觉得呢，现在的数据来看了啊，普遍的预测呢，这一次会加0.25，不是很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0.25不是很高。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可能，这一次也会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如果是最后一次的话，那就非常好了啊。那也有不少的可能啊，这一次之后可能会再有一次啊，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啊，因为包括美联储自己，他都要看数据，他都现在不能保证现在就是最后一次了，对吧？所以呢，美联储也是看数据的啊，而我们觉得最近的那个通胀的数据一直在下来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通胀数据一直在下来，如果能保持这个通胀下来受控的那个速度的话，美联储有可能2月份加的那一次是温和的，而且是最后一次啊。就算不是最后一次，3月份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美股啊，短期内我觉得还是这个有追捧的资金追捧去追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加息的尾声了，对吧？我们去年应该在3、4月的时候开始警告大家啊，我开始说，哎呀，美股要跌了，美股要跌了，就是因为去年的通胀啊，上半年的通胀特别高，而且上半年的美联储开始加息，也不知道加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开始加息也不知道加到什么时候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小心了，快点走了，逃生门了，对吧？那现在加息已经到了这个末声了啊，也到了尾声了，到了末期了，到了尾声了，而这个通胀也受控了啊，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个转机的一个机会啊。那另外一方面，经济的数据出来啊，so far so good，到现在目前为止还不太差，而且呢，就业数据啊，美国的劳工市场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热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又不是太差，比我们原本的那个恐怕会经济衰退的话这个还是比那个原本的预测会好一点，对吧？所以我们原本的预测。这个 price in 在股票里面跌了下来了，现在看看没有那么差的话，这个股票就上去一点了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OK，那当然了，具体还要看个别的股票的业绩啊，所以这个就是到了后面选股的个别股票的那里了。OK，好，那我们看看个别的股票了啊，上一次。我们1月8号的时候大家记得我讲过，当时的特斯拉是特别的低113块我说过了，有出现了多个严重的超卖的信号上一次虽然我觉得特斯拉整体来说这个股价还是蛮贵的，但是已经是出现了多个超卖的信号。短期内可能会反弹，对吧？当然是可能会反弹了，没有人有水晶球了，对吧？所以呢是可能会反弹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超卖的时候，当时是因为 Elon Musk 买了 Twitter，买了 Twitter 之后需要钱，他要套现，套现的时候又股价跌了很多我觉得是有一小部分的那个斩仓盘因为 Elon Musk 他的钱哪里来，对不对？他的钱也是好多都把他的股票做了抵押所以有一些跌了这么多之后，有一些的斩仓盘是 Elon Musk 的斩仓盘当时有人这个问那个卖出来的谁在卖这个 Elon Musk 这个特斯拉的股票谁在卖？我觉得是有一些 Elon Musk 自己的一个抵押的一个股票但是呢，这个严重超卖之后呢，会有一个反弹，所以在1月8号的时候觉得是有个反弹那1月8号到现在3个礼拜哇，真的是很厉害，从超卖到现在是超买从超卖到现在是超买所以但是呢，这个现在虽然是超买整个趋势这个10天还没有超过50天那个250天是远远在上面了所以在趋势来说的话，
还算是没有一个确认的一个我喜欢看的是黄金交叉啊，还没有确认那个出来，但是呢有一点买了啊，所以还没有买特斯拉的股票的人呢，就现在就已经超买了，对吧？就不要高追了啊，我觉得高追有风险啊，就算继续涨上去。那好多股票有更低风险的，为什么不去买一些更低风险的，而是要去冒险呢？对不对？啊，奇葩是喜欢啊，越来越便宜，很多的安全边际，而且是特别好的十倍股，又便宜又十倍股，我喜欢买那些啊，所以这个我个人没买啊，特斯拉我没买，OK，之前虽然我觉得它是严重超卖了，可能会反弹了，我也没买啊，这个跟我讲的完全一致的啊。我第一个当时美股还是在观望，整体的美股在观望。第二个这个特斯拉，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2023年的电动车竞争会加剧加剧激烈的加剧就加剧啊，华语不好，普通话不好啊，加剧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的，谨慎的小心的啊。那当然，它最近的那个业绩报告出来是上一年2022年的第四季度啊，那是历史新高啊，这个就比以前高，也是比华尔街的预测高，所以它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啊。我没把握啊，我也不可惜，也没把握。OK 当然如果你有把握的话，恭喜你啊。OK，好。那我们再看一看，美元了啊，因为去年使到这个整体的股市啊、债市啊、汇市啊，大家都输得好惨的，就是美元很强劲啊，去年的美元很强劲，我一直说美元背后的基本因素其实是很糟糕的啊，但是呢，去年因为其他的国家更糟糕，你看英国哈，你看日本。你看中国大陆人民币对吧？所以是欧洲，包括欧洲欧洲是这个经济通胀和经济都比美国更糟糕，所以去年10月的时候，美金是涨到了114 ，OK，那现在呢起码是回调到了101了啊。美金就下来，美元指数下来到101了。那相对好多的那个外汇来说，它是跌了好多了啊。相对这个当然，这个去年是它涨了好多了。OK，那现在有其中一个又在每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就是美国的负债已经到了它的顶了啊。美国国债这个联邦政府的债又到了顶了，要回去跟那个国会说要加一点了每一次要说加一点，那我在过去十几年有叫房地产，当时09年开始就叫房地产，就说哎呀美元这个债务太多啦，这个美金其实是背后或者是整体的货币货币来说是整体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哎呀，这当时叫人家当时的楼还很便宜现在又不一样了当时09年的时候很便宜，我就说买楼啦，买楼啦，有钱就买楼啦，能借钱就借啦，对吧？当时090一直讲到17、18年，所以这个美国的国债到了顶我是讲过好多次了，没问题的，他每次都会通过的这一次呢，拜登政府还不要脸，他说不要每次都回来给你要这个把这个 upper limit 这个上限提升了不如你就一下子给我无限，那我就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当然了，Ray Dalio 说这个是闹剧了，一个 joke 一个闹剧我们也看过 Ray Dalio 有讲过这个大国的交替，对吧？他是看美国在走下坡路，中国在走上坡路的所以整体其中一个国家从巅峰开始走下路的，就是它的货币政策开始烂了，开始在把这个货币的购买力不断的无限的敲黑这个dilute 调息 OK 那好了，当然美元下来呢有利黄金但是我们要看到黄金是最近是超买了超买了短期内不排除已经开始调整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美元下来这个第二个就是加息，如果是停止的话，那对对这个
黄金可能也会有好处啊，因为现在当然了，通胀下来，这个对黄金不太好啊，就是黄金是抗通胀的，但是以前已经通胀了这么久了，对吧？通胀这么久，黄金没涨过，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啊，如果你持有大量的美金啊，不感到舒服的话，或者持有大量的货币感觉到不舒服的话，可能可以考虑一下不要把资产全部放在纸币上面啊，但是黄金就是像巴菲特说的，不会给你创造财富的，只是一个就是纸钞不好，我不要纸币，不要钞票，我去放黄金啊，所以呢，最近涨了蛮多，OK。那当然了，我个人是觉得黄金好的话，我更愿意是买那些金矿股啊，金矿股，因为金矿是一个生意，对吧？黄金本身就一块东西啊，所以金矿股是个生意。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些金矿股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考虑。OK，那好了，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看看港股啊，真的给我讲中了啊，香港的股票表现要比美国的要好很多。OK，那当然我没有把全世界的来做比较啊，但是相对美股已经不错了，对不对？美股不错了，但是呢，港股是更好了那当然更开心的是我跟我们的 GMT 同学是把握到了那当然，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应该是在10月底的下面有一个当时的直播我们在10月底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股灾来的时候，熊市直插，熊山直插，股灾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感觉到愁眉苦脸的。回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最美好的时候，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同意？大家有没有把握？有没有同意？有没有怀念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希望回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个 feedback 我们在去年大锣大鼓这给大家一些鼓励了就是叫大家不要怕啦，这个最悲观的时候就是最好买股票的时候啦。而且我们又用了 Templeton 又用了这个那个 Shelby Davis 戴维斯的一些 quotes 来鼓励大家，对不对？他就说 You make the most of your money in a bear market, you just don't realize at the time 你当时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回看了哇，真的是赚了最多钱就是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其他人了，我们GMT 里面都有好多的人把握了好多我个人也是在这一波里面我拿多了一点资金来捞底，捞底之后之后我还首先的给大家说美股继续谨慎，可能还不好有人这个恭喜恭喜那当时呢我就说这个美股还是谨慎，不要冒太高的险嘛，对吧？但是中概股和港股呢应该是牛一了中概股比如说拼多多啦，这个阿里巴巴啦、京东啦这些中概股，对吧？腾讯音乐啦陆金所从当时1.4块、1.3块、1.4块，我记得我放过1.2毛8的一个价位1.3块、1.4块，涨到现在是超过了3块了所以涨了1倍了OK 那其他的比如说香港股票也是非常好，我们当时看的一些大家就我个别股票我就不讲了GMP 同学知道我买了哪一些，对不对？我不想人家跟着我的股票去买，结果输钱了你要先学习 OK 总之来说呢今年我也是头1个月1月份这个去年11月赚了好多，12月赚了好多，1月份也赚了好多那现在香港的股票呢有2个不同的信号，一个是超买了 RSI 到了80多了80以上了这个是非常超买的信号，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之前太长时间超卖太长时间超卖，变得是特别的便宜，所以现在超买一段很长的时间超买都有它的一个解释所以我刚才就说了信号是给我们来看一看，
背后的原因，对吧？所以呢，它因为是之前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太长时间往下拉，往下拉，那一下子反弹的话，它的动力很大啊。所以如果我们用动力的信号来看的话，第一有个黄金交叉啊，在11月的时候就有黄金交叉啊，所以你要看到黄金交叉再冲进去买的话，那也不迟，虽然已经反弹了，但是也不迟，对吧？第二个，现在是超越了250天那条蓝色的线，超越了250天啊，在我们的选股五部曲里面啊，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买卖的一个信号啊。大家如果有上过我的选股五部曲的话，应该知道对吧？问功课啊，如果没有上过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我这个分享给大家的30年的经验。OK，所以现在呢，我个人觉得啊，像我在10月的时候大量的捞底的，9月、10月大量捞底的，当时啊，那现在已经这个之前是超卖，那现在看到超买的信号了，对吧？我们既然是用 RSI 来捞底的，那我们看到 RSI 超过了70的啊，那我个人现在在适当的减持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大约80%是长线持有的，buy and hold 的长线持有的，就偶然会做一些调整的。我20%呢是在做一个这个中线的低买高估、低买高估的啊。那我中线的20%左右呢，大约现在在低买高估，现在高估的时候，OK，那相反来说呢，如果你什么都这全部都是 cash，什么股票都没买的话，那现在这个动力很好，这个动力很好的话momentum 那你为什么以前不买？可能是怕，哎呀，还在跌怎么办？还在跌怎么办？对吧？那起码现在就告诉你啊，这个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啊，跌的可能就少一点了会有个调整啊，短线可能会有个调整，但是再大跌的、再股灾的机会就少了啊，再加上现在美国跌的机会也少了啊，所以以前有人说，哎呀，那美国调整股灾会不会香港也调整啊？之前我没办，只能说会的会的 OK，但是现在美国再大跌的机会也少的话，我觉得香港股票整体来说还是看好的啊。但这个只是在整体的股票啊，我们很重要的是要选择因为我觉得平均来说，我看100个股票，只有3个是可以买的，97个是不可以买的，就是不太好的七八八的选股的那个条件很高，所以100股票里面97个是不能买的，大家要小心的去选股票。OK，好。那为什么我说香港的股票会继续好呢？有人会问了，那台湾怎么样啊？马来西亚怎么样啊？新加坡怎么样？我觉得香港有一点我们也不是随便买香港股票，但香港股票里面有很多的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公司，是大陆的公司。OK，大陆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或者在美国上市，所以我把中概股也跟港股一起来讲的他们赚的是大陆的钱。OK，那中国大陆呢，在2023年呢，会有以下几点使到我觉得呢，它的经济会复苏这也不是我乱说的，最新的数据看到国内的旅游在中国内地的旅游的人数已经回到了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没有开始之前的90%了，基本上已经完全的恢复了。OK，那当然到外国还有什么进关的时候要什么检测啦，要不给签证啦，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影响的。但在中国内地旅游的话已经完全恢复了那我们是用这一个来做一个这个观察，就是国内的这个经济活动有没有恢复到基本上这个新冠疫情前。OK，所以一个是旅游，那旅游的时候也会消费。另外一个当然是生产了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就是生产了，它的生产有没有恢复。那现在生产正好是农历假期在中国大陆，农历假期有个很长时间工厂是不开的，那我们就看这个消费这个和旅游方面那我觉得呢，今年呢，中国大陆有几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第一个，货币相对是宽松的。去年降了几次息啦，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啦，整体来说还是鼓励银行贷款特别是贷款给房地产等等等等所以整体的货币是增加供应的。OK，第二个呢，经济的政策也是宽松的因为它要复苏嘛，要这个经济振奋复苏
所以呢，对一些平台啦、一些新经济的阿里巴巴啦，这些监管呢也会放松啊，也会开绿灯，也会放松啊。那我个人觉得啊，2021年的监管是必须要的啊，因为之前是乱来的啊，这个垄断的行为在全世界都是要被监管的，对啊，欧洲也经常有监管啊，这个美国也经常有监管，不光是中国啊。那中国在2021年之前是比较少的，那2021年通过了监管之后啊，大家现在都老老实实的，对吧？那到了2023年呢，又有它这个条件来放松了啊，放松不代表人家就可以乱来啊，已经经过了2021年的监管了，对吧？但是呢，它放松了之后，也会有利鼓励啊这些企业再度的发展。OK，第三个当然是旅游业的复苏了啊。之前2年因为新冠疫情，3年是特别的不好，但这个应该现在都已经回去了90%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内房啊，房地产，困扰着房地产也困扰了2年多3年了，从三道红线开始，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了三道红线了啊，现在有四支箭来这个来鼓励啊，这个来扶持房地产了，现在是扶持了，有四支箭了啊，从三道红线变成四支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那这里很多的机会啊，我们都一直在留意啦、调研啦、投资啦，我们做了好多的这个这方面的那个调研啊。再下一个呢就是中国经济啊要振奋的话，要振兴经济的话那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一个财政政策或者是一个啊、这个基建政策，对吧？那现在呢，它不需要去造公路了啊，公路已经没得造了，造了太多了啊，也不需要造铁路了啊。中国08、09年的时候是靠造了大量的铁路和公路啊，那这些基建已经完全搞定了，对吧？那新的基建什么呢？正好现在的清洁能源啊，无论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特别是光伏，现在的产能呢扩张了。没有被那个硅的生产掐脖子了，所以硅料、硅片的产能增加了之后，整个新能源光伏风能我个人感觉到2023年农历新年复工之后回去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碰景式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板块、留意的行业OK，那当然呢，在 GNT 里面我们是这个做了好多的详细的工作了OK，好，那上一次也告诉大家1月08号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机会处处，多做功课看到市场被错杀的话那就马上把握了我记得去年我把握到的就是药明生物2269药明生物，这个最近我在总结嘛，对吧？总结一些这个哪些股票投资回报好等等等等。那药明生物就是被错杀的那上一次给大家讲的时候就说了，富途完全是被错杀的，对吧？我们有详细的这个单独的我个人做的调研我个人做的访问我个人做的好多的调研，完全就是被错杀的我们 GNT 里面有详细的报告给大家看，那个 GNT 里面看了就不能公开，但是我只告诉大家，这是被市场错杀的，对吧？所以被市场错杀就是个机会。当时这个是3个星期前43块，还在往下跌，43块。我们最低是38块买了好多好开心了，38、40、41都有，43都有45都有50块我都有，我49、50我都有那最近已经54了，对吧 ？OK，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到，不要紧这个机会不断会有，不断会有，不断会有所以你可以留意788的直播或者是更好的是参加 GNT。或者是学会自己看都可以我觉得财神爷我们新年嘛，对吧？财神爷满街都是，不光是新年每一天都有财神爷你碰到一个贵人，你碰到一个把你思想提升了更高的老师就是贵人就是财神爷，对不对？OK， 好。
那我觉得呢，总结一下，展望一下呢，2023年啊是10倍股的年啊，我们每一年都看的，对吧？在2018年之前，我说闭上眼睛买房地产，闭上眼睛买房子。2018年之后我就说，哎，不要买了啊。2018年同样的，2019年的时候，我说生意都不要做了，快点缩小。生意都不要做了。2019年啊，就看股票了啊。然后到了2020年的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新冠疫情一爆发，我说股票不要看了，快点走了啊。这个我们都有记录的啊。这个我们有 GMT 的记录，也有低买高估精华课程的视频给大家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到了7月份啊，到了4月份的时候啊，量化宽松了。2020年的4月份量化宽松了，我就说牛三来了，买股票了。到了2021年的1月份了，我说要走了，要走了，牛三已经到差不多了，要走了，对吧？好，我看未来今年会是一个把握10倍股的最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也马不停蹄的这个做10倍股的一个课程给大家。现在在后期制作，应该快了啊。如果你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电子邮件的话，我们会一旦做完就会通知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电子邮件的话，我们应该有个连接，大家去找一下去加入。我们还有那个精华课程，刚才有说的低买高估的那个记录精华课程给大家。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之前是如何把握到每一次都差不多准的啊。那今年是10倍股，而且上一次呢，我在 YouTube 的视频里面也讲过10倍股有哪些特征啊，哪些特征大家可以去寻找啊。所以10倍股啊，其实是一个title，一个名称啊，英文叫 ten bagger 10倍股啊。好多人的错误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买10块钱就要等到100块走啊，不是这样的，代表着它可以在5年内增长10倍。这是我的启蒙老师10倍股的启蒙老师 Peter Lynch 给的定义啊，5年内涨10倍，这就是10倍股。OK， 有可能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已经涨了2倍了，不要紧我们还可以买，可以有机会涨5倍，对吧？它也不一定只涨10倍好多的股票涨的是20倍、30倍、40倍、50倍都有。所以10倍股不代表一定会涨10倍就停了，或者是不这涨了9倍就说，哎呀，爸爸你不是说要10倍股吗？这是错误的概念啊。所以我在讲了上次的10倍股的时候，有些人来问我那我回答一下，10倍股是个像千里马，千里马不是你要它去跑1000里跑不到1000里的话，你就说怎么少了？你明明说千里马是一个名词 ，OK。OK，那好了那今年呢，我觉得绝对是10倍股正好是现在整个股票市场是转势的时候，一定要找10倍股，好吧？所以大家焦点就放在10倍股了，就那些不涨的股票什么，不要来问了。汇丰银行还能买吗？不是10倍股资金有限，时间有限，机会有限，10倍股。我们重复重要的事情讲3次好不好？大家跟着我一起跟电脑说10倍股10倍股10倍股 OK， 我也可以打在留言区 OK。好，那有些人又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好多的问题都是我没想过。他说10倍股会不会风险很高啊，对吧？那其实呢我所说的10倍股呢风险是更低那我之前也讲过介绍过2个 concept， 一个叫 alpha， 一个叫 beta beta 是一个杠杆一个波动性的杠杆，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买期权，我们可以通过借钱margin， 或者我们可以买一些比较风险高的股票，那在涨的时候它会涨得快，对吧？但是在跌的时候它的损失也会很大，这个波动很大风险很高。所以很多人以为季胖胖你说10倍股会不会这个叫什么风险很高其实正好是相反。如果你是普通的人用了贝塔用了一个杠杆的这个贝塔叫贝塔，有些是因为股票，有些是借了钱增加了贝塔的话，那你在跌下来的时候会跌很多，损失很大，这个真的是风险很高但也就是我在这里澄清一下，我们要找的10倍股的方法是在寻找 alpha alpha 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风险我可以拿更高的回报，或者是同样的回报我要风险更低
而且呢十倍股有人说哎呀十倍股是不是要等很久啊？其实十倍股等的时间是更少因为它是千里马嘛，跑得快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股票在5年内涨10倍那可能它在1年内涨了1倍2倍，对不对？你要有些股票是10年、20年都涨不了1倍的，对吧？像汇丰银行过去10年它都在往下跌的香港的什么中国银行啦这些有些人来问我这个Maybank 可以买吗？这马来西亚一些银行可以买吗？新加坡一些银行可以买吗？这不涨的买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 alpha 我们寻找的是 alpha， 寻找了 alpha 之后更加风险低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去增加贝塔，增加贝塔这个波动好的时候很好，跌的时候会跌得很惨但是我们不要贝塔的方法，我们要 alpha 的方法 ，OK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放心我们所说的十倍股，我们要找的十倍股是要更低风险的，给我们更高回报，更快达到我们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股价的价格的，好吧 ？OK， 那好了，方向在哪里呢？方向在哪最近这个11月底的时候，美国 ChatGPT 出来了，ChatGPT 很可惜，现在香港还没得试所以美国的这个网友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试了之后有没有试过试过之后觉得怎么样那这个 ChatGPT 我做了一些调研，看到它所能做的写文章啦，画画啦，给你找东西啦，等等等等哇，真的是很厉害。我感觉到这个像互联网的出现，像 smartphone 的出现，像个人电脑 PC 的出现，你想想PC 出现之后带来了多少的新的10倍、100倍、1000倍的股票，对不对？当然，它也会取代了一些行业比如说以前 typewriter 要打字机没有了以前要什么什么没有了但是呢，它出来的 Microsoft、Intel 还有好多的电脑公司都是这个个人电脑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对吧？你要当时买了 Adobe， 当时买了Intuit， 哇，这个都是已经是涨了几百倍的了 OK， 那后来互联网出现了。你要互联网出现之后买了 Google， 哇不得了了，对吧？当了 smartphone 出现了，你要当时 smartphone 出现之后买了Facebook 买了腾讯腾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微信之后又涨了好多所以每一次这些出现都会带来好多好多的机会那这一次我感觉到这个OpenAI 或者推出的那个 ChatGPT 不一定是最终的胜利者这个不知道，因为还是很早期 OK， 但是我觉得一旦这个门打开了无论是 ChatGPT 也好，可能它很快又有它的竞争对手出来也好，百花齐开，马上这个事件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你的小孩子有小孩子现在还要去学英语的话，不用学了他1分钟可以给你写这个写的文章哇，我看过，好的不得了。grammar 一定是文法一定是对的，写出来又是很好的销售信他写的非常好，画家不用画了，他画出来很快很好。网页设计师不用设计了，他设计出来100个给你选择编程序的不用选择了，不用写了，你还要 debug， 你要去一个个问bug 去找出错误，他一下子搞定，没有错误的所以这个以后我们整个人的做什么事情翻天覆地改变，对吧？所以我感觉到以后能靠工作赚钱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们的轻松致富里面会挖掘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是另外。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要艰辛努力啦，卖时间啦，卖脑力啦，卖专业的知识啦，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掉很快。而且这个发展的速度是 exponential 的几何式的增长的所以可能再过5年没有工作了，大多数的工作会消失掉了所以我们要赚钱要快点赚但是呢，
这一波AI 的出现，又会有下一个 Google，又会有下一个 Microsoft，下一个 Intel。我说是在 early stage 啊，像 PC 出现了，如果有人告诉你 Microsoft、Intel，然后到了这个 Internet 出现的时候你找到了这个 Google，然后到了 smartphone 出现的时候，你找到 Apple，那已经是 billionaire，已经是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AI，我觉得也是绝对是今天是不是给了大家几个大的方向，对不对？几个市场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所以今天这个拜年给大家红包就是靠这个来给大家红包了OK，那好了有些同学了网友啦，不是同学了希望大家做我的同学一起来学习有些网友来问我，哎呀，给几个股票号码好不好？可不可以 all in 其实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我经常举个例子保时捷没问题，我给你一个保时捷，但是你不懂得开车还没有出停车场就撞了，对不对所以呢要小心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不懂股票的话，不要买股票，快点学机会很多，快点学但是你不懂的话，没学过的话，不要买股票。外面很多人大家可以看看吧，外面很多人在给股票号码啦等等啦，听了股票号码之后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就不要再问了，对，当然还会再问但是这个先学习，好吧？学习了之后有很多因为我给你一个好的股票一旦有什么消息不好了，你会恐慌，你会去止损抛售了、离场了，到时候还输了钱就不好了，对吧？所以先学习所以呢，我不是财经主播，不是股评人，不是 KOL，不是大师，不是理财顾问。我是财商教父真的是经常告诉大家学习学习学习，你是去找一个好的老师啦，你不喜欢我的话，找一个好的老师啦。当然啦，好多跟我学的特别是 GMT 同学都是来感谢我这也是给我继续觉得自己是定位定对了真的我的 passion 这个我的这个热衷我的使命热衷还是要希望普及这个财商教育，好吧？所以呢你看好多的都是最有良心的老师啦，股民天佑股民了讲了很多好话OK， 那最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场的观众的问题那最终也是在邀请大家，你可以免费的来一个精华课程或者是几块钱来我觉得最起码要几块钱换我的30年的经验得出来的框架选股5部曲，那你以后就不会乱买了，对吧？刚才所问的那些是完全连那个油门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起码要知道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外面是没有的没有一个告诉你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第5步当然 GMT 是跟我一起来寻找这么多的机会，我还会告诉你每一只股票为什么我会选，或者为什么我不选。这个当然要一点基础的学习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股票房地产期权债券课程全部打开给你，包括我们过去的3年多的那个GMT 的课程全部打开给你，你全部可以回看学习像进了少林寺的藏经阁，哇，你们里面学习满满学习 OK， 好，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有没有问题来问了中概的直播股可好，欢聚时代、虎牙这些OK，整体来说呢中概股的直播呢其实直播带货是一个趋势是个趋势我们现在看到新东方在线它转型了，转型之后也开始这个股价上去了，对吧那抖音在直播里面抖音是最大的，但抖音没上市。那我是不喜欢买不是老大的那快手只不是老大，我就不喜欢买了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哔哩哔哩啦什么啦那要看那个公司的那个管理和它的运行好不好哔哩哔哩我们有研究过，但我不太喜欢它最近的一些动作就这样虎牙我们有研究过但是研究之后没有买不是最好了 OK 好其他的没有问题了那好，再一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丰盛，还有智慧
成长。OK，人生五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再见啊！希望在 GMP 见到大家，好吧？OK，我们下次再见，拜拜。